大家好，歡迎來聽仙話，一人永生，萬魂不負。要是覺得故事講得還行，勞駕點個讚，捧個場。閒話少說，咱們書歸正傳。仙途飛升，萬古寒，香火深處葬群魂。一人踏進蒼生院，天門封後不稱尊。幽靜寒燈入石門，異香暗壁起機關。苔痕濕滑宜人跡，一卷前塵待夜翻。婉進和婉如這回進的不是什麼正經道觀後院，也不是那種你推開門裡頭仙氣飄飄，有個白鬍子老頭等着收徒的地方。沒那好事兒，真要有這種地方，那都是說給小孩聽的。他倆腳底下這條石道窄得很，窄到啥程度？兩個人要是並排走，肩膀都得蹭牆，那石頭牆上全是水，不是滴答滴答那麼簡單，是整面牆都濕漉漉的，青苔一層一層糊在上頭，手要是不小心扶一下，能滑出去半尺。腳底下也不好走，石板又潮又滑。宛如提着一盏紙燈，走一步燈晃一下，那燈火本來就不亮，黃不拉幾的被這潮氣一裹，像快喘不上氣似的往前照，就照出3-4步遠，再往前還是黑。你說這玩意兒嚇不嚇人？不是突然蹦出來個鬼嚇你，最瘆人的是啥都沒有，可你就是知道這地方不對勁。那石道往下盤，彎彎繞繞，像條死蛇躺在山肚子裡，越走越冷。那冷不是外頭刮風下雨的冷，是從腳心往上頂的冷。踩一步，寒氣就順着鞋底鑽進來，一直鑽到胸口。宛如這姑娘再怎麼硬撐，也還是小姑娘，前面剛被折騰夠嗆，這會兒又進了這麼個鬼地方，心裡哪能一點不慌？她手裡的紙燈晃了晃，臉也被照得發白。姐，這路咋像走不到頭似的？她這話問得輕，可這地方太靜了。一句話出去，順着石壁往前滾，又從後頭繞回來，聽着就跟還有第3個人在黑裡學他說話似的。婉進走在前頭，他比宛如穩，這不是說他不怕，人哪有不怕的？真不怕，那不是膽大，那是傻。婉進厲害就厲害在他怕歸怕，腦子不亂。他停都沒停，低聲回了一句：走不到頭才對，要是真一路通暢，反倒麻煩。這種地方越藏得深，越說明裡面有東西。有東西？真相也算東西，危險也算東西，跟緊我。你看婉進這人從這會兒就能看出來，他不是那種一激動就喊打喊殺的人，他心裡有杆秤，越到這種地方他越明白路不是白走的，石道不会无缘无故往下開，异地不会无缘无故把他倆引進來，前頭一定有東西等着他們，可能是活路，也可能是債。這就是仙話最狠的地方。很多人以為他倆後來成仙是撿了天大便宜，其實不是，很多便宜一開始都是以活路的樣子出現的，你伸手一接，後頭才知道裡面裹着賬。宛如聽姐姐這麼一說，心裡稍微穩了點兒，
他把紙燈往胸前收了收，跟着繼續往前走。石板上留下一串濕腳印，1個、2個、3個。燈照過去的時候，看着還挺清楚，可燈一晃過去，那腳印又像自己動起來了似的，好像後頭真有人踩着他們的腳印兒，一步一步跟着宛如，越走越覺得後背發涼。偏偏這個時候後頭突然有動靜了，很輕，輕到你要是外頭有風根本聽不着，可在這死靜的石道裡，那點聲音就跟針扎耳朵似的，沙沙沙，不像腳步，也不像水滴，更像是什麼東西貼着石壁往前爬，慢慢爬，不緊不慢。宛如一下站住了，他猛地回頭，紙燈也跟着一轉，燈光往後頭一照，啥也沒有，黑一大片，黑石道。彎過去以後，後面就剩那麼一團黑，黑的跟能把燈火吞進去似的。姐，你聽見沒？這回他聲音真有點抖了，不是裝的那種地方，誰聽見這動靜都得抖。你在家半夜聽見櫃子響一下，都得琢磨半天呢，更別說他倆在山肚子裡，前不着村後不着店，身邊只有一盞快滅的紙燈。晚進停下了，他沒馬上回頭，也沒急着說話，先側着耳朵聽。這就是老成，你越慌越容易把自己嚇死。他聽了片刻，臉色沉下來。聽見了，是什麼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機關，也可能是這石道裡本來就養着什麼東西。那咱們別退，退也未必退得出去，跟緊我，別離燈太遠。這話說得硬，但也沒別的辦法。有時候你進了這種局，就別老想着回頭，回頭那門可能早就關了。人最難受的时候，就是明知道前頭不一定是活路，可後頭更不像活路，那咋整？只能往前。姐妹倆繼續走，這回走得更慢了。晚進在前頭探路，宛如在後頭提燈。2個人的影子被拉在石壁上，一會兒長，一會兒短，一會兒像人，一會兒又不像人。石道越來越窄，頭頂的岩壁也越來越低，有幾處地方宛如甚至得稍微低頭，不然頭髮都能擦到上頭的濕石頭。那潮氣越來越重，吸一口，喉嚨裡都是霉味兒、爛葉子味兒、泥腥味兒，還有一點說不上來的腐氣。就像這條道好多年沒讓活人進來過，今天他倆一進來，整條石道都醒了。走着走着，宛如忽然吸了吸鼻子，他停住了。姐，你聞沒聞着？什麼？有香味。香味？按理說，在這種地方聞見香味，不應該高興嗎？不，你要是在廟裡聞見香，那叫香火；你要是在屋裡聞見香，那叫熏香。可你在這種地下石道裡，四面全是煤氣爛氣，忽然聞見一股香，那就不叫香，那叫要命。晚進也聞着了，那味兒不濃，淡淡的飄一下，沒一下，可越是這樣越煩人。它不像煙嗆，你也不像毒，一下把你撂倒，它是慢慢往你鼻子裡鑽，鑽進去以後，人腦子就有點發飄，眼前的燈火好像也沒那麼清楚了，石壁上的水光一晃一晃，看久了人心裡就發亂，宛如立馬覺出來不對。姐，這味兒不對，是不是有毒？捂住口鼻，別大口喘氣，
慢點。晚進反應快，他從袖子裡扯下一塊布巾，往口鼻上一遮，宛如也趕緊照做。可你說邪門不邪門，他倆一捂住口鼻，那香味儿反倒更明顯了，像知道你怕他似的。你越不想聞，他越往你身邊貼。食道裡頭本來就憋悶，這一下更憋了。人不能好好喘氣，腳底又滑，後頭還有那沙沙的動靜，這要換個膽小的，早就哭着喊着往回跑了。可晚進沒有，他盯着兩邊石壁，因為他發現這石壁不只是石上面還有東西。開始燈光太暗看不清，這會兒那一相一起，牆上的青苔像被什麼東西慢慢頂開了，下面露出一片一片刻痕，不是亂劃的，是圖案，老圖案，一圈套一圈，一線連一線，有的像蟲子，有的像眼睛，有的又像人在跪着舉手，反正看着就不是給人舒服用的。宛如提着燈靠近一點，燈火一照，那些刻痕竟然像活了一樣，影子在石壁上慢慢游。他看得心裡一顫，手不由自主就伸過去了。這一下其實很危險，人有時候就是這樣，明知道不該碰，可越不該碰越想確認一下。就像你看見牆上有個怪東西，不摸一下心裡不踏實。宛如指尖剛碰到石壁，壞了，那石壁輕輕震了一下，不是整個山晃，就是從他指尖下面傳出那麼一點震動。嗡，很小，可他感覺得清清楚楚，就像石頭裡頭有個睡着的東西，被他這一碰醒了。宛如嚇得立馬縮手。姐，這牆動了！晚進幾乎是一瞬間轉身，他走過去貼着石壁看，眼神一下就冷了。這姑娘平時穩，可真遇到危險的時候，那股狠勁兒也出來了。他沒罵宛如，也沒說你咋亂碰，因為這時候廢話沒用，地方不對，石壁不對，香味不對，身後的響動也不对，這些東西湊一起就不是嚇唬人了，是有人或者有什麼東西在一步一步把他們往裡趕。小心，這裡有機關，從現在起牆別碰，腳下也看準，聽見什麼都別自己回頭。那後頭那個聲音呢？讓他跟。他要是真想撲，早撲了，他現在不撲，就是要我們慌，我們一慌就會踩錯路。這話說的有道理。你想啊，這石道要是真有什麼東西，他為啥不直接上？非得在後頭沙沙響，非得讓你聽見，這不是要殺你，這是要亂你的心，把你嚇毛了。你腳下一亂，手一扶牆，機關就開了，你再一大口喘氣，香也吸進去了，到時候不用他動手，你自己就把自己送進去了。這就是阴招不猛，但惡心。宛如聽完咬了咬牙，他怕，但他聽姐姐的這一路，他已經明白了，真到這種時候，慌是最沒用的東西，你越慌死得越快。他把紙燈舉穩了點，燈火貼着石壁往前探，石壁上的那些紋路越來越多，一開始只是零零碎碎，再往前就連成了一大片，有的紋路繞到腳下，有的紋路爬上頭頂，好像整條石道不是挖出來的，是某種大陣的一根腸子。人走在裡頭，不是在趕路，
是在往朕心裡鑽。這時候那股異香還在淡淡的纏着人。你說香吧，它不像花香；你說臭吧，它又不臭。它是那種廟裡燒久了的香灰，混着潮濕石頭味儿，再加一點甜，甜的不对勁兒，甜的讓人發困。宛如眼前有一瞬間發虛，她趕緊晃了晃頭。姐，我有點迷糊。別看牆，看我的背，跟我的腳印走。这句話聽着簡單，但你細想很要命，看我的背，跟我的腳印走。從這個時候開始，宛如其實就把命交給晚進了。這不是普通姐妹倆走夜路，這是一個人在前面替另一個人判斷生死。一步踏錯，兩個人都得交代。晚進也明白，所以他每一步都踩得很慢，腳尖先落，確認沒事，腳跟才壓下去。紙燈在後頭晃，前頭是黑，後頭也是黑，旁邊是會動的牆，空氣裡是能迷人的香，身後還有那種沙沙聲，隔一會兒響一下，不近也不遠，就吊着他們，像有人在黑暗裡牽了一根線，不急着收，就等他倆自己往套裡走。板進忽然停住，他伸手攔了宛如一下。怎麼了？聽。兩個人都不說話了。石竇裡安靜得厲害，安靜到能聽見紙燈裡火苗輕輕噼啪一下，也能聽見水珠從頭頂落下來，砸在石板上，啪啪。就在這安靜裡，那牆裡的震動又來了。這回不是宛如碰出來的，是自己想的，很低很悶，像遠處有人敲了一下空鼓，咚，然後又沒了。宛如臉色更白。姐，這地方是不是活的？別管它活不活，我們只找路，找到裡面藏的東西。要是裡面不是活路呢？那也得看一眼。這就是晚進，他這一路其實一直在變，一開始是逃命，後來是護妹，再後來他開始明白，光逃不行，光躲也不行，他們要活下去，就得知道這背後到底是什麼。石道也好，機關也好，玄陰卷也好，這些東西不是白來的，他們給他倆一點力量，就一定會討回一點代價。只是現在賬本還沒攤開，他們還不知道前面等着他們的到底是救命的卷，還是要命的門。晚進把手慢慢從宛如身前收回來。走，慢些，別出聲。兩個人又往前走，這回誰都沒再多說話，因為有些地方說話都是多餘的。你一開口，就像把自己的氣兒交給了黑暗。石道深處那股香越來越濃，牆上的紋路也越來越密，紙燈照過去，那些刻痕一層壓一層，像無數隻眼睛半睜半閉看着他們往裡走，宛如死死盯着晚進的後背，不敢看牆，不敢看後頭，也不敢亂喘。可他心裡清楚，他們離真正藏東西的地方越來越近了，而那東西恐怕也早就知道他們來了。這就是這一段最要命的地方，不是打起來了，不是怪物撲出來了，是整條路都在試他們。試他們怕不怕，試他們貪不貪，試他們會不會自己把手伸向不該碰的東西。你說成仙這條路哪有什麼乾淨台階？第一步就是濕的，第二步
就是冷的。第三步已经有香味儿往你魂裡鑽了。后頭欠什麼賬，那是後頭的事兒。眼下他倆只能繼續往前，因為回頭已經不像回頭了，更像是把後背交給黑暗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這回就講到這兒，感謝諸位捧場。要是喜歡仙話，記得點個讚，咱們下回接着嘮。